OK，我今天就用中文了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今天非常高兴啊，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实际上，我们转到 KiCon 的这个事情上来说呢，时间比较短啊，也是因为一些闭源的工具，我们不能灵活的去改它的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出发点。刚才其实 Peter 也提到了。就是对于一些闭源的工具来说呢，当我们要做一些 AI 相关的实验，做一些电子产品设计相关的实验的时候呢，我们想去改变它的一些，或者是调用它的一些 API，它都会多少有一些限制。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呢，主要是，这个叫 AI 在电子设计中的应用，从传统的这种电子设计到 AI 驱动的智能化转型。在传统电子设计中，工程师通常需要用 EDA 工具来完成从产品需求到设计的转变，那需要大量的人工经验和知识技能。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电子工程师的这个每年花在电子产品设计上的时间大概有几十亿小时，那时间成本高达上千亿美元。而随着过去30年电子产业的这个高速发展，人工设计的局限性越来越凸显。比如说设计周期长，然后易于出错，然后创新设计的能力受限。那如何更快、更好、更便宜的完成新的电子产品的设计，成为电子行业日益紧迫的挑战。那从22年以来，被 OpenAI 为代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引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席卷全球。那随着这2年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海内外的大模型已经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它尤其在搜索、金融、法律、政务办公和影视、游戏、医疗和教育几个方向上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包括已经在一些场景下有很好玩也很有用的这种应用落地。在电子设计的方向上呢，国内外也有很多人正在开展探索各种各样的这种 AI 和电子设计的这种融合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相比较消费端的应用和 AI 的融合的进展来说呢，是略显缓慢的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电子产业的发展和AI 产业的这个发展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发展路径，二者的技术栈要求不同，而又有比较高的专业性和这个进入门槛。但是我们也判断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电子产业和 AI 产业相融合的临界点。那生成式 AI 和传统的电子产业的融合，它会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的观点是 AI 和电子设计的结合能实现至少3个方向的跨越。一个呢是实现从硬件的世界，然后到数字世界的跨越。第二个，这将把工程师们从繁琐、低效和不安全的硬件调试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传统开发，到 AI 融合开发的跨越。这种工作方式上的改变，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在 EDA 工业软件领域实现创新突破的关键。那这也是刚才 Peter 提到了，我们的工程师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模式的转变，我们开发者的思维模式的转变，可能会对这一件事情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助力。那3是实现工程师从体力加技能的这个输出到真正的智力加创造的输出，那释放广大工程师们的创造力。在 AI 技术的驱动下，电子设计各个环节呢正在积极的和 AI 的进行融合，比如用 AI 来理解需求，然后生成原理图。利用 AI 来自动完成电路图的布局布线，然后利用 AI 来减少这种干扰和提高设计质量，然后利用 AI 来进行故障的预测和维护。在实际应用方面呢，我们也发现有基于大语言模型，然后去阅读元器件手册的，然后基于强化学习进行设计优化，基于深度学习进行器件散热的设计。那包括我们也能够基于这个生成式模型去完成系统设计这样的一些创新的应用。那后面呢，我会用几个案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一个呢就是大多数我们目前发现，在 AI 和电子相关的这个融合上呢，更多的还是在海外会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进展。国际上呢，以英特尔、Cadence 和谷歌为例，那国内呢，我放了一个华秋的这个发新版，以及我们指数科技的 AFH 这样一个在 AI 生成硬件方面的一些探索。英特尔在 AI 驱动电路优化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多让人兴奋的进展。这是英特尔的这个
智能增强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利用 AI 进行了这个电路的优化和布线的自动化，那提升芯片的设计效率，在确定芯片设计里面的这个热敏传感器的位置这一件具体的工作上，他们利用 AI 增强能力，将过去人工需要6周才能找准那个传感器到底放在哪个位置更合理，这样一件工作呢压缩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在热工作负载均衡上，利用增强型 AI 能够很好的完成芯片设计的优化，而在高速 I/O 的这种快速准确信号完整性上的设计上，将信号完整性的分析从3个月的时间压缩到了1个小时以内。在高速 I/O 设计的故障分析上获得了60%的效率提升，利用 AI Assist 工具能够帮助用户1分钟内完成过去需要3个小时才能3天才能完成的这个超频的工作。在微型电路板的布局上呢，能够在2小时内完成过去需要5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那我们都知道 KiCon 是 EDA 领域的这个3大巨头之一啊，60%的电脑主板，40%的这个手机主板都是KiCon设计的。那 KiCon 将 AI 引入了 EDA 工具中呢，提供了芯片设计的自动化设计和布局优化的功能。这里有2张图，对比了在 AI 的帮助下，芯片设计的各项指标的提升。这张图中是以一款5纳米手机的芯片为例做了一个对比，在频率特性上提高了14%，获得了420兆赫兹的这个增益，那节省了26毫瓦的这个泄露的功率和62毫瓦的总功率，然后晶体管的密度也提高了5%。那谷歌的 DeepMind 呢，也在电子设计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通过 AI 优化硬件的设计，提升数据中心计算效率，减少能耗。将芯片设计中布局问题能够从过去的数月的时间降低到只需要几个小时。下面这个视频呢，我们看一下。对，这个视频呢，它其实是对比了这篇论文，我建议在座的有研究AI 怎么去赋能自己的产品设计的同事可以去查一下，它叫 Alpha Chip。这篇论文我们其实参考了很多，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它这张对比图呢，左侧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预训练的一个模型出来的结果，右侧呢是经过预训练出来的这个芯片布局的结果。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能看到左侧虽然花了更多的时间，但它能够逐渐的逼近右侧的这个经过预训练的结果。那它这个时间差大概有几十分钟的差距，我是加速了的，有几十分钟的这个差异。那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电子产业里面，在把电子的数据用于 AI， 其实最大的瓶颈是数据的数量以及它的过去沉淀的这些数据的格式，并不适合于现在我们 AI 来用。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人工成本去清洗它。那他这里提出了一个思路，就是左边其实是基于一个他自己的提的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模型。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只需要非常非常小的数据，给它一个推动力，然后让它在生成的过程中自己去自主的学习。然后最后实验证明它跟它最终做了很多大量数据的这种结果是一致的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然后这个右侧的那张图呢，实际上是Genomic 在用几个小时发现了大概200万种新材料。那过去这个工作可能要用人工的方式去做，在实验室去做的话，可能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这我们能看到，在 AI 在各种产业落地里面，它的巨大的效率的提升。KiCon 的滑丘发现版也实际上9.0中也嵌入了一个有趣的功能，叫 AI Copilot。那这个它能够非常方便的降低一般的这种刚刚接触这个电子设计的这个进入门槛它可以在支持这种选中的区域进行问答，极大的降低了电子工程师的这个职业入门门槛。那支持器件的功能查询、器件的比较，能够根据管角定义生成 C 代码的头文件，能够基于项目进行上下文的这个问答和辅助，也能自动解析图片进行基于图纸的问答，功能非常强大。那实际上这个华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早就在探讨，然后很早就在一起交流去实现，包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这个接入进来很简单，怎么让它真正的减轻它的幻觉，怎么
真正的让它能够帮助到工程师，不要把工程师带到沟里去，其实他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那包括刚才 Peter 提到在 KiCon 里面解决问题，可能更多的是那不用提一个 ticket 的，等很长时间，对吧？等着一个闭源的工具的售后团队去解决。那其实AI Copilot 可能已经能够去在论坛里面去自动的去帮你搜索相关的问题、相关的答案，然后相关的这个辅助性的工作了。这是我们指数科技的这个一个小的 case。那我们最开始我们有家子公司是做照明行业的这种解决方案的。那它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去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在照明行业 LED 照明行业。那在 LED 照明行业里面，它有大量的这种灯板需要设计。这灯板呢，只要你的灯具的形状在变，你的这个功能控制可能原理图那一块其实变化很小，都是裁剪就完了。但是在 PCB 在灯板的这个设计上来说呢，它是会经常因为外部的这个原因或者非常重复的变化，然后灯珠的数量呢也从几百颗到几千颗不等。那工程师其实眼睛经常会看花，如果手动去画的话。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在 KiCon 里面加了一点点小的改动，然后让它跟我们的算法能够做一个融合。那最后我们实际上这个灯板的生成，在我们公司现在内部的使用上来说呢，基本上一个几千颗灯珠的这样的异形的我这里展示的是一些相对还比较矩形的东西这一些异形，比如扇形圆环形弧形这样的场景下，它能够大概在几十秒内就完成所有的工作。然后我们事后工程师还能用 KiCon 去打开它。然后再去做一些必要的调整，比如说加一些小的这种接地的东西。那这个事情我相信随着它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它可能工程师事后的这种改动就会比较小了。那也能看到它的输入非常简单，就是过去呢我们的这个灯板的设计呢的设计，你其实要把所有的二极管、发光二极管放进去。那我们现在只用给它几个点，一个点就是总功率是多少。第二个来说呢，灯珠的数量你的限制，其实灯珠数量是可以根据总功率计算出来，但是灯珠数量之所以要限制，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客户他还要考虑成本的问题第二个来说就是色温的数量这样的话它就自动完成了这个串并的计算之后，然后就是在客户给的这个板光图里面去自动的去找到它的布局的路线和布局的这个格局和这个布线。我们刚才是我们整体看一下这个视频，就是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视频，就是把 AI 和 KiCon 结合之后，它跟传统的这个设计的这种一个对比的视频。哎，声音传不过去啊。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of electrical parameters and structural parameter. Determine the approximate position and layout of each component. The arrangement of each LED lamp bead. The spacing needs to be accurately calculated manually. Once the plan needs to be modified, engineers may have to redraw the sketch. The whole process may take several hours or even several days. The strip light panel light automatic generation tool of Index 10 only needs to input the basic parameters of the light board and can instantly generate a design plan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It includes Gerber files, PCB drawings, BOM files, and coordinate files. Save engineers from time, consuming repetitive work, and improve product stability. OK。那我们解决了灯板问题之后呢，发现要点亮灯，我们实际上还需要有一块数字板。那数字板呢，实现了就是各种灯的亮法，对吧？你开关它，然后你切换色温，你设置各种各样的模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控制板的形状呢，也跟灯具的结构外观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呢，我们就进一步展开了一些研究，就是怎么让AI 和 KiCon 的这个结合起来，能够完成两件事，一件就是这个数字板的电路的完整的生成，然后第二个来说呢，就是我这里写的其实是 PCBA 不是 PCB。那这个最大的区别呢，除了焊接的器件以外，除了在光板上焊接的器件以外，实际上一个 PCBA 要真正起工作，在数字部分，那它有一个嵌入式代码必须要要烧进去。所以我们
这个工具呢，它基本上输入是产品需求以及限制的板框图，然后利用大模型的能力呢去完成这个需求的从自然语言的需求转化成技术语言，然后完成系统框架的设计。那系统框架的设计呢，实际上就为我们后面的小样本模型指明了方向，就是你应该在哪些范围内去完成这个设计。那最后我们实际上这个过程中是不生成原理图的，我们所有的灯板的设计也好，然后这个PCBA 的也好，那我们本质上来说，原理图的变化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它也是一个比较易于去增删的部分。所以我们最后生成完以后呢，我们基本上会得到2个东西，一个就是所有的生产文件，包括 BOM， 包括这个 Gerber 文件，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文件，包括它的这个嵌入式代码的编译完以后的这个嵌入式代码的文件，以及嵌入代码的整个工程文件，方便我们的嵌入式工程师去做调试。实际上我过去10几年从事的都是嵌入式的这个职业啊，那没有做过板子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工具呢，我自己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就是为什么会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转到了 KiCad。实际上，我们最开始，为了去做这件事，我们尝试了，比如说去通过调用 AD 的这种 API 啊，去做一些融合，然后发现当我们需要一些函数的时候呢，它可能接口没有暴露，那我们很多事情就没法做。我们大部分的工程师都是软件工程师和AI 的应用工程师，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很难受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尝试了 RPA， 我们尝试了直接模拟人去怎么去操作 AD， 怎么去操作这种闭源的软件，在用菜单用鼠标点击的方式，但最后发现它还是不灵活。然后后来有个电子工程师说，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KiCad，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它的代码，我们可以想改怎么改就怎么改啊，那我们就转到这上面了。那转到上面来，我们整个的小模型用的技术呢是一个强化学习的技术。那这个强化学习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这个奖励函数。那这个奖励函数的设计呢，基本上是固定的，就是你的设计参数也可能是各家做 AI 的用强化学习做 AI 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了，就基本上不会讲它的奖励函数怎么设计的。那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奖励函数呢，在有一些异形的板子上它不好使。不好使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些事儿。就简单来说，强化学习很简单，就是你让一个 AI 在指定的地图上去找它的路径，当它走对了，符合你的预期的时候，你给它一个正向的激励；不符合你的预期，你给它一个减分项。但是这个它是个固定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了，我们在实际的地图上走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指引它更快的去接近我们正确的目标？实际上。如果大家能想到导航这件事，实际上是路标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打开 KiCad 里面的文件，改变它的格式，让它临时的变成一个 KiCad 可能自己都打不开的样子，然后设定一些路标去指引它去更快的逼近我们想要的结果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直接去完成板子的生成，而没有先从原理图再去做 PCB 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它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它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事后追溯，我想去改它，那只能改 PCB 直接改，那你想改原理图其实是没有的啊。这也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完整的视频。Electronic solutions powered by deep learning and automated design. Traditional EDA development, engine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look through a large amount of materials, and select appropriate components. Complete the schematic diagram drawing, PCB layout design. Tedious electronic development work. It usually takes 15 to 60 days. Index Tech AFH, LED, product requirements can be directly expressed through AI interaction.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and generate requirement documents. Upload DXF board outline. Click Start Generation. The system conducts in-depth thinking. Output the electronic design concept. Driven by AI based on AFH technology, quickly generate an electronic solution within 10 minutes. Click AI Integrated Development. Jump to the editor. Carry out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Return to the AFH LED interface. The modified content is automatically synchronized to the system. Click Generate File. It includes firmware source code, PCB drawings, production
scenarios, such as all files firmware burning files. It can be directly sent to the factory for sampling. 当然，视频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紧急的效果，就是直接可以发出去，但实际上能看到最后那个尾巴上，我们是要跳转到 KiCad 里面去做一个2次的编辑，或者做一个人工的检查啊。但 anyway， 它这个事呢，我们探索下来呢，它给我们节约的时间是非常可观的。就过去我们可能要花5到10天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大概3到4天就可以把同样工作量的事情完成了，而且对工程师的依赖。对电子工程师是否做过这个项目的依赖会很小AI 赋能电子设计工具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优势和情景，能够提升设计的效率，解放工程师的创新能力，还能够获得最好的这个安全性和高效性的平衡。那 AI 与电子设计的未来的发展方向，除了前面分享了这种 AI 与 EDA 工具的融合，以及 AI 与电子设计流程节点的融合优化外呢，还可能会因为 AI 消除了电子设计的边界会产生更多的这种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可能会有更多我们现在处于此刻还没办法去想象它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会有什么样的创新的这种电子硬件出来。那 AI 加电子设计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啊，在这一次的这个 AI 浪潮对电子产业的这个变革的意义，我们认为非常深远。在过去的这些我们这些过去几十年都在长期从事电子产业的从业者，那正面临着，我们认为它正面临着这个蒸汽时代的这个马车和汽车的这个跨越的革命。那希望在场的各位专家和能够更多的关注 AI 加电子设计的这个融合。希望在场的这个 AI 的从业者和这个电子从业者能够把握机遇，积极的拥抱 AI 生成硬件这件事。我今天分享就这么多。